讲。今天的话，我们来录一点，就是我想说跟大家聊聊天一下，因为其实我平常往返外县市的时间其实蛮长的，所以我几乎都在开车。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是室内设计师。那今天要去看的一个案子它是属于一个新成屋，它处于在快要交屋的阶段。那以我服务过很多客户的一个情形来讲，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在购屋的过程中的话，是不是要找室内设计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是不是可以带给你一些帮助？我们就用这几个来跟大家聊聊天好了。首先就是说，你今天在购物的时候，当然你一定是选好你喜欢的地点，然后并且看好它的一个地理位置、风格，然后你才会去买嘛。然后这个时候你会面临到第一次就是客变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客变呢？什么叫客变？客变就是客户变更，可能你今天买的是2房，然后你想要再去变更一下它的一个大小，你可能觉得它预留你书房的一个大小太大，然后主卧变得太小的时候，你主卧想要去做推出去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在它还没有盖的时候，你就可以先跟你的建商去沟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你今天你的厕所你想要再减掉一个，你觉得这样子的话，你的空间可以做到一个妥善的利用，这样子你就也是可以先弄。但是我觉得那个前提都是在你看得懂它的一个图，然后你的空间感受很强的时候。如果你的空间感受度很强，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真实的大小是如何。因为有的时候建商他在给你的一个平面图上面，他可能为了一个美观，他其实他的一些尺寸上面，我不敢说，我有看过，就是他的餐桌或者是他的沙发的尺寸相对是看起来是比较小的。但是你乍眼之下，就是不是真专业的人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很合理的东西。但是其实你真的去买了沙发以后，你可能是放不下去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就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手法嘛。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但是他在建筑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始的档案。这个原始的档案的时候，你在客变的时候，他会调给你看。然后你需不需要室内设计师去协助你，然后去帮你完成这一次的客变？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决定的。那当然，这个东西是没有说一定非得要这个样子，因为客户变更是可以自己去做变更的，那就看你需不需要用。那当然，你找室内设计去做客变是需要费用的嘛，这就看你自己。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客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延伸问题呢？因为如果你的格局确定了以后，那基本上你的骨架就已经完成了。骨架完成了以后，你要去之后做的室内设计的一个风格，或者是你的一个编排上面的格局，基本上就会依照你这个模组去做延伸嘛，这很正常嘛。你房子的大小跟你的隔间都已经确定了，你去在做装潢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依照这个格局去摆放。那所以说，是不是你一开始如果你有想要的一个风格的时候，用客变去符合你可能可以做得到的一个格局？这也是你可以去思考的一个点。比方说，你今天是一个3房的一个格局，但是你想要一个游戏间，你想要一个娱乐间、书房，然后呢，你最好你开放式厨房，你的隔间也不要了，整间想要北欧风、无印良品风。你想要在做这些风格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些隔间是不是需要做个取舍？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用一个设计的角度去勾勒出你未来的蓝图了以后呢，再将你的格局去依照你这个设计案去做一个变化，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其实我有遇到客户，就是说他今天已经一开始就决定是说要做设计了，然后我从客变的时间点就已经开始帮他服务，直到1-2年以后交屋了以后，再来以后再继续延伸我们2年前去谈的一个设计。然后最后跟他原本想象的东西就是一路完成到底，这也是一个方式。好，那所以这个客变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清楚说客变的重要性在哪个地方，因为你客变下去了，格局确定了，你基本上你大致底定你以后未来住的家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一般首购族的他在装潢上面的迷思是什么。
这个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其实多半你会去买了新成屋了以后，然后去接受它的贷款。这个贷款在这么沉重的情况下，你其实对装潢的费用，你会不知道什么是该花，什么是不该花的。那我先说一下，大家第一个会考虑点的是什么？大家第一个会考虑的点就是他要买的家电，比如说我的电视要多大台，50寸、55寸、60寸，然后冰箱，是不是日立的啦，或是 Panasonic 的啦？然后今天我的厨具用到什么程度？我今天是不是要微波炉或者是水波炉？甚至我气炸锅等等，我要去放的一个摆放的位置。通常大家会，然后还有冷气是很重要的。你应该先决定说，这些活动式的家电你是不是一个必要的？那你最重要的，其实你第一个你必须要去思考的一定是冷气，因为这个冷气会陪着你很久。然后它的品质，那至于它品质的品牌或什么的话，我觉得大家就自己去做功课，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你应该决定的是你冷气的价位，这个会占了你一部分的预算。这个时候你冷气决定了以后，你再去决定到你接下来的装潢费用到底要用到多少。好，那第二个重点就是你今天如果是新成屋的话，由于现在消防法规的关系，所以你的新成屋上面都会有一些消防水管、洒水头，然后以及到时候你冷气在牵管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管线。有一笔很重大的费用就是天花板。你今天要不要做天花板？这个就会在你一开始，我假设说你的预算是只有几十万的情况下，这只是一个假设啦。如果你今天小资主，然后你买了一个说坪数不是很大，但是是你梦想的一个家，但是你现在回归到你接下来的贷款以及你的家电，在最后再回到装潢费用的时候，你第一个要考虑就是你要不要做天花板。当然，天花板就是在把一些管线都隐藏起来，会比较漂亮。那现在由于工业风也是很流行，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管线外露也是一种个性的表达，这个不一定，只要看大家。但是为什么我说天花板是一个预算呢？因为它第一个天花板就是一个木工了以后呢，你在装灯具的时候，你的水电的切法会有所不同。木工、水电以后，最后还要再做一个油漆，等于说在天花板这个部分就有3种工，它这3种工的费用就会有一定的一个看你的坪数啦，这个依照你的坪数，你做了多少东西才有多一个报价嘛。我们这边是不会讲报价，我只跟你讲说天花板就是一个预算的。第二个，直接就是做收纳的部分，你的收纳要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电视柜好了，你是要做一个整面电视墙的一个电视柜，还是其实你的收纳量并没有那么多，你可以去买现成的。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但是我不会跟大家说你一定非得要装修到多满，这个是不用的。你今天你的电视柜是不是可以买一些比较活动式的，比如说 IKEA、Hola、宜得利，可能会找到你喜欢的。这个是一个预算上面可以比较降低的方法。那你的风格不一定是说你的硬装的装潢必须要那么满啦，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预算就会变成稍微降低一下。所以第一个，你先决定你有没有天花板了以后，你还要再决定你的收纳是不是完全是固定式收纳。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今天我讲的是在一个预算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想要达到某一个层级，你想要做到很漂亮的话，我会觉得那你全部都让设计师来帮你做规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好了，那今天的话，这个是我觉得一开始大家会比较常遇到的2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啊，我到底有什么可以花，什么不可以花？我会觉得说，客变你可以考虑要不要花，天花板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做，收纳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先去想这3个了以后呢，你可能其他的一些细项的东西，你可能就会比较有点逻辑了。好，那今天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去准备什么，我就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我可能之后，好啦，那这就是我大概讲了一下我的客户可能会常常遇到的问题的前几名吧。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那或者是有关这一类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询问一下。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尽量回复你们。
好啦，那就这样子咯，拜拜。